央视热播剧《玫瑰的故事》终于大结局了。这部剧改编自一书的同名小说，由刘亦菲领衔主演，从开播伊始就热议不断。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叫黄一梅的女孩跨越20年的情感成长经历。在这20年中，她有过刻骨铭心的初恋，经历过一地鸡毛的婚姻，也遇见过灵魂伴侣。在不断的经世育人之中，她逐渐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蜕变成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。她就像一朵风雨中绽放的玫瑰，不论遇到怎样的困境，都能依靠着强大的心力迎风战雨。看完了她的故事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这3项能力。1. 破圈的能力。黄一梅出生书香门第，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，她本人也很优秀，从小便展露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。她就读的大学是中央美院，但毕业后她没有选择继续深造，而是去了一家公司应聘。面试官就问她，为什么这么好的学历背景却不选择继续读研？玫瑰是这样回答的：读书是我的长项，因此考研对我来说不是挑战，是舒适区。我也想看看自己除了读书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。玫瑰始终坚信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，她从不满足于现状，而是不断地挑战自我，追求更高的目标。顺利入职公司后，她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，还时刻关注老板的一言一行，为其提供最优的服务。当时公司要办一次联合画展，老板希望能借到法国名藏家滕先生的画一用，可这个滕先生非常难约，所有人都一筹莫展。玫瑰知道后，连夜在网上查询滕先生的资料，得知对方在中国大饭店参加晚宴的消息，他便乔装混进酒会，找到了滕先生。最终通过玫瑰的努力，滕先生答应和他的公司合作。玫瑰这股敢想敢拼的劲，也让原本挑剔的老板对他刮目相看，给了他很多学习的机会。随着对业务能力的熟悉，以及老板对他信任的日渐加深，玫瑰已经在公司打下了一片天地。但他却没有沉浸在优渥的工作中，而是主动递交了辞呈，开始去攻读他感兴趣的心理学硕士。从大学到工作，从工作到考研，玫瑰一直都在不断破圈，突破自我。所以不管做什么，他都能做得很优秀，不管在哪里工作，他都能受人青睐。然而现实中却有太多人喜欢安逸的生活，喜欢待在舒适区里。殊不知，在你还在浑浑噩噩混日子时，时代早已将你丢得越来越远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决定你现在的是你昨天的选择，而决定明天的是你今天的行动。与其囿于舒适圈中裹足不前，任由自己视野变得狭隘，不如破圈而上，勇渡急流，大胆地走出那看似毫不费力的人生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只要你不停地往前走，你就不会被所谓的稳定生活所禁锢，而是能与时代共舞，活得洒脱而自由。2. 容错的能力。很欣赏一种人生态度，叫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，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，我们也无法预料当下所做的选择最后是对还是错。毕竟人生路本就充满迷雾，允许自己走错路，允许自己看错人，才是为人处事该有的明智。玫瑰是一个在爱里被富养长大的孩子，在20多岁，她心里爱情高于一切，所以当她遇到帅气儒雅的庄国栋时，她就毫无保留地把那份炽热的爱给了对方。庄国栋当然也爱这个明媚、随性、漂亮的女子，但他的爱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在他和玫瑰热恋期间，他会瞒着对方计划他要远赴巴黎工作的事。玫瑰发现以后，他也不愿好好解释，还冷暴力对方。去了巴黎之后，他又决定在巴黎申请永居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玫瑰。而玫瑰呢，因为爱情一次次地妥协，一次次地原谅对方给他造成的伤害，甚至为了飞去巴黎见庄国栋，推掉了老板给他安排的重要项目，还以辞职为要挟，只为多换取几天他和庄国栋相聚的时间。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爱得太盲目了，老板也劝他，
不要为了几天甜蜜而牺牲掉自己的工作，要有职业规划。但玫瑰却觉得，无论这个选择是对是错，她都有能力承担后果，所以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。结果庄国栋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根本不在意玫瑰的感受。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也让玫瑰彻底寒了心。尽管当时还爱对方，玫瑰也忍痛提了分手，只身一人回了北京。面对这样一段痴心错付的感情，玫瑰却从未试图去抹杀它存在的痕迹，也没有因此去怨恨对方。她只是觉得有些事错就错了，有些人爱就爱了，根本没必要去纠结于那些对对错错。而且此后她也学会了更加成熟地对待感情，爱人之前一定先爱自己。很多人都说玫瑰在这段感情中爱得太傻，付出的太多，但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一两件傻事呢？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人，选错了就选错了，别一遍遍后悔。很多事情就算能再重来一遍，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，我们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，落入同样的结局。所以别站在此刻责备过去的自己，当时你一个人站在雾里也很迷茫。人本来就是在失败中学乖的，学会容错，学会在错误中成长，才是人生的重中之重。就像村上春树所说的，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当你允许错误存在，并勇敢去翻越它，那这个错误将不再是错误，而是你人生路上的里程碑。3. 重启的能力。周国平先生曾说，人应该有2个觉悟，一是勇于从零开始，二是坦然于未完成。人生于世，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能走到最后，恋人关系如此，婚姻关系更是如此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当你在一段关系中只能感受到压抑，喘不上气，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有进入穷巷及时掉头的勇气。剧中玫瑰在离开庄国栋后，又邂逅了方协文，还和其有过一段婚姻。一开始玫瑰对这段婚姻是充满了期待，但方协文自卑又变态的控制欲，让她在这段关系中受尽了折磨。因为怕玫瑰离开自己，方协文在玫瑰怀孕后就擅自做主，辞掉了她热爱的工作，剥夺其追求事业的权利。甚至他还让他妈妈寸步不离地守着玫瑰，处处监视她，搞得玫瑰几乎抑郁。后来玫瑰回北京看望父母，他就厉声质问，那你偏要去北京什么意思？北京到底有谁在呀？你是一个妈妈，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吗？玫瑰生完孩子后想出去工作，找寻自我价值，她又开始不满，你不用工作，我也能养得起你，你为什么非要工作？你有精力工作，你没精力生儿子。方协文极其自私地想将玫瑰困于家庭的牢笼之中，他这种变态的控制欲也让玫瑰逐渐失去自我，感到无比心累。最终在忍无可忍之下，玫瑰主动提出离婚，结束了多年的婚姻。离婚后，玫瑰再次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在事业上，她投身于自己钟爱的艺术领域，与人合伙经营了一家画廊，将其办得有声有色。在感情上，她也没有因噎废食，而是积极主动地接纳新的关系，与灵魂伴侣傅家明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。她还重拾了过往的兴趣爱好，不仅考下了各种证书，还学会了开摩托、开飞机。这个时候的她真的如一朵玫瑰般自由洒脱，肆意绽放，魅力四射。福楼拜曾说，人的一生中最光辉的一天，并非功成名就那天，而是从悲叹与绝望中产生对人生的挑战，并以勇敢迈向意志那天。在感到极度压抑的时候，在处处都受限制的时候，人就应该有这样重启人生的能力。就像剧中所说，世界在你面前，指向你想去的任何地方。在这个时间，人是可以活出10000种生活方式的，只要你敢，所谓万丈深渊，越过去也是前程似锦。只要你想，哪怕你曾历经至暗，
也能重新找回自我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一，生命中所有问题都源自不够爱自己。故事开始时的玫瑰，人如其名，是个张扬到耀眼的北京姑娘。她喜欢滑旱冰，翩跹的身影引得无数人惊艳。她从小考试就能轻松拿高分，认为考研毫无挑战，就一心一意找喜欢的工作，完全不需要考虑其他。她每天都有收不完的鲜花，拒绝不完的告白，却对所有追求者毫不在意。她实习的时候，有同事单恋她，甚至拒绝与相恋7年的未婚妻结婚。悲愤的未婚妻找上门来，哭诉7年感情付诸流水，自己无颜面对家人朋友。玫瑰不羞不恼，只平静地劝对方为自己而活，爱就在一起，不爱就分开，无需考虑太多外在因素。然而那时的玫瑰实在太过年轻，没有关于任何感情的经验。她还不知道爱人之间除了甜蜜和热烈，还有各自的执念以及沉重的世俗。没过多久，她遇到了初恋庄国栋，两人因工作相互吸引，很快便如胶似漆。相处一段日子后，玫瑰希望两人能长相厮守，可庄国栋有自己的想法。他自顾自出国，谋求升职，永远把工作和交际放在玫瑰之前。玫瑰争吵过，妥协过，努力过，可他越是靠近就越是绝望，最后只能痛苦分手。他辞去北京的工作，去上海读研疗伤，又遇到了第二任男友方协文。方协文出身贫寒，但稳重上进，费尽心思在生活中呵护玫瑰。他在上海找到了不错的工作，却主动表示，如果玫瑰想要回北京，他可以放弃职位追随玫瑰。深受感动的玫瑰答应了方协文的求婚。他反思了上一段感情，认为自己当初一定要求庄国栋回国也很自私。这一次他要竭尽所能体贴方协文。玫瑰主动放弃了婚礼，放弃了从小到大习惯的舒适生活，心甘情愿和方协文一起蜗居在狭窄的出租屋里，全心全意支持丈夫创业。后来她怀孕了，挤公交车时因为低血糖晕倒，方协文自作主张替她辞去工作。玫瑰虽然生气，还是选择原谅，她愿意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暂时忍让。但她得到的不是家庭的和睦，丈夫的感谢，而是方协文得寸进尺的打压、控制，甚至方协文还联合自己的母亲监控玫瑰。曾经恣意奔放的玫瑰，就这样被禁锢在逼仄的生活中，一点点沉默、枯萎。2次爱人，2次受伤，看似是遇人不淑，本质上都是玫瑰忽视了自己，把别人的想法和要求放在自己的价值之上，却不知道你如何对自己，就是在教别人如何对待你。一个人越是习惯牺牲自己，越容易遭人轻视，越想要讨好别人，越会被别人变本加厉的欺压。他人带来的伤害，归根到底都是自己默许纵容的结果。正如幸福心理学专家周范所言，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你不够爱自己。别只顾着去取悦世界，弄丢自己的人会被全世界嫌弃。2. 女人真正的觉醒从爱自己开始。婚后数年，方协文已经事业有成，玫瑰却一直困在繁杂的家务中。好在她从不放弃学习，眼看女儿小初到了可以上幼儿园的年龄，玫瑰就计划重返职场。方协文无法理解玫瑰对自己价值的追求，他自认赚的已经够多，足够养活妻子和女儿。他以为妻子想借机离开自己，干脆偷偷拒绝了玫瑰的 offer， 还想用生2胎来继续绑住玫瑰。玫瑰对方协文彻底失望，他认识到两人的3观天差地别，他干脆利落地起诉离婚，哪怕方协文用以后看不到孩子来威胁。法院一审判决感情没有破裂，驳回了离婚。他就坚定地等待6个月后再次起诉。在他的坚持下，方协文终于松了口，两人去领了离婚证。玫瑰当即带着女儿小初飞回北京，
找到从前的老板蒂娜，一起合作开美术馆。压抑了数年的热情一朝爆发，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做出策划方案。他胸有成竹地与设计师现场沟通方案，引得设计师赞叹不已。他完美地策划了美术馆的首展，参展观众纷纷好评。只用很短的时间，玫瑰从一个灰暗压抑的妇人变回利落挥洒的职场精英。每一次有所成就，都让他身上的神采更炫目几分。更美好的是，玫瑰遇见了灵魂伴侣傅家明，对方看懂了他的画作，还为这幅画配上摇滚乐。音乐响起，玫瑰在画作前翩翩起舞，感觉画中的海浪在激荡，海鸥在飞翔，一如他的心灵。玫瑰想学架子鼓，傅家明就手把手教他。一曲终了，两人骑着摩托在黑夜疾驰，享受自由的快乐。玫瑰想要给绘画展品加上配乐，傅家明倾力支持，还带上玫瑰和小初去田野中听风吹、鸟鸣、花开的声音。他的每一处心思，每一个举动，与如今的玫瑰无比合拍。当玫瑰不再委屈自己以后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。卡耐基说，一个人要懂得人间有爱，世界有爱，首先得从爱自己开始。爱自己是一切的基础。世事纷杂，人生多艰，一个人只有懂得爱自己，才能尊重自己，看清本心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不必委屈感受，不再迷茫前路。不用讨好消耗自己的人，不需将就不利自己的事。全力以赴活出生命的质感，把每一天都过得满足又坚定。3. 有能力成全自己，才有底气爱人和被爱。所有人都以为玫瑰终于要收获一场完美的幸福，却不料晴天霹雳，傅家明在帮弟弟张罗婚礼的时候竟突然晕倒。玫瑰这才得知爱人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而且已经活不了多久。傅家明不忍心拖累玫瑰，主动提出分手，玫瑰却坚定地拒绝了。他陪着傅家明吃魔鬼辣的火锅，一起徒步爬到山顶，做许多心脏病人不能做的事情。他陪着傅家明享受最后的时光，让爱人也让自己了无遗憾。失去傅家明以后，玫瑰伤心欲绝，却没有沉沦。他更加努力的工作，更用心的抚养女儿，也更热烈的投入生活。他每天骑着傅家明留下的摩托，在北京城风驰电掣，还学会了开飞机。时光仍在继续，世事依然无常，玫瑰还会遇见让他哭或者让他笑的人，但他的内心已经足够强大，经济也已经宽裕，可以支持自己做想做的事情，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。其实又何止玫瑰，剧中的很多人都是坚定忠于自己，然后掌控生活的人。遭遇悔婚的关芝芝，听从玫瑰的劝告，放下了一心单恋玫瑰的未婚夫。他换了份工作，重新开始，走上更高的岗位，遇见更优秀的爱人。他还和爱人一起成功创业，事业爱情双丰收。玫瑰的好友苏更生，少女时被继父强暴，长大后被母亲吸血，但他不轻视自己，不沉溺于过往，工作中拼命上进，遇到喜欢的人就勇敢表达。当年他被母亲阻挠，没能报警揭发继父的罪行。多年之后，他得知又有人被继父伤害，就极力主张受害人报警。禽兽继父被法律严惩，受害者得到补偿，苏更生也实现了自己的救赎。还有玫瑰的老板蒂娜，能力出众，事业有成。她深爱老公老顾，却因为老顾常在香港，自己常在北京，既然谁都不肯牺牲事业，就索性离婚。可当她得知老顾得了重病，余日无多，又干脆利落辞职，专心陪伴老顾的最后时光。她宁可变卖藏品换钱支持生活，也不谋求复婚分老顾的家产，为的是不愿玷污自己的感情。剧里的每个人都有能力成全自己的心意，每个人也有底气选择自己的生活。想起梭罗曾经写过的一句话：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，
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活里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。一个人能安顿好自己的内心，就有心力去接纳和爱上别人。先照料好自己的生活，才会有能力为别人遮风挡雨。用实力滋养出自信和格局，然后坦坦荡荡接受别人的爱意。当你已经足够强大，想要的美好都将如约而至。电视剧中有段有趣的对话，蒂娜感叹说，人活着就是创作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。玫瑰却回答，大部分人活得都像流水线上的商品，只有少数人能活成艺术品。其中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浑浑噩噩应付日子，后者却知道可以拿起雕刻刀自主创作生活。从现在起，请把自己当成艺术品，认认真真雕琢好每一天。正视内心，坚持自我，选错了及时止损，想要就用力拥抱。当你竭尽全力活出自己的价值，整个世界就会出现在你面前，指向你想去的任何地方。玫瑰的故事大结局后，很多网友都说了这样一句话，玫瑰的故事播迟了，如果早播20年，可以拯救很多90后。但我却觉得，只要一个人肯觉醒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在剧里那个繁华的都市中，一朵名为黄一梅的玫瑰热烈绽放过。在剧外世界的某个角落里，你我其实也可以像她一样，拥有主导自我的力量，活出绚丽多彩的人生。玫瑰的故事展现了女性成长和自我觉醒的历程，让我们看到爱自己的重要性。黄一梅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只有先学会爱自己，才能真正拥有爱人和被爱的能力。生活中，我们要勇于破圈，敢于挑战自我，要学会容错，在错误中成长，更要有重启的勇气，敢于为自己开启新的人生篇章。每个人都应该像一朵玫瑰，在风雨中绽放自我，活出独特而精彩的人生。无论何时开始觉醒都不晚，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的价值，勇敢追求内心所向往的生活。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，绽放如玫瑰般耀眼的光芒。最后将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一句话送给大家，不要褪色，不要枯萎，不要老去，勇敢地去绽放自我，你我都可以是铿锵玫瑰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